俄乌问题上，中国已经屈服于美国霸权吗？布林肯碰瓷儿警告的背后，也是因为害怕。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不管是中国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已经表达了多少次立场，这西方显然还是没有想要放过我国。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澳大利亚举行防长外长2+2模式的会晤，而期间呢，在谈及俄乌问题时，布林肯表示，中国不仅要向美国承诺，也要多次对其他国家承诺，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援助或者致命性的武器。而美国呢，将对这一承诺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这已经不是美国方面第一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对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了。但是相比之下，这一次算是美方最严厉的一次警告，强硬的要求中国信守承诺。问题就是中国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过援助啊。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经1年多这个中国的立场始终是中立的，没有变过。即便中俄关系再亲密再友好，也没有说对俄罗斯进行任何的军援。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炒作，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把中国拉入阵营，避免中俄关系进一步走近。其实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而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如果说中国像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那样援助俄罗斯，那么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的战争投资将会全部打水漂。所以从这个角度布林肯向中国信守承诺的原因之一是害怕俄乌局势会因为我国的加入出现一边倒的情况。而到那个时候，且不说对乌克兰的投资白费，想要击垮打压俄罗斯的目的也泡汤。同时布林肯要求中国信守承诺的另外一个原因，很有可能是为了碰瓷儿。前面说中国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立场上已经表达了多次了，而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是中立的立场。而既然知道，布林肯现在还要拿这一点出来说戏保不齐就是想要向外界传达一个虚假的信息。而至于是什么虚假信息，无非就是想要对外暗示中国实际上没有援助俄罗斯，没有援助的原因，那根本就不是中国一直坚持的中立立场，反而是中国已经屈服于美国霸权，因此才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援助。而美国的目的大有挑拨离间的意味，但是其实更多的在我们来看是美国已经没有别的招了，只能通过这样的举动来凸显自己的霸权地位依然存在，并且不可撼动。说到底如今的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是不自信的，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还是在南海甚至是台海问题上，美国都不敢保证会占据上风，而无奈下只能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来试图掩饰自己的虚弱。当然，但凡头脑清醒的都知道，中国在俄乌之间保持中立根本就不是因为美国的警告而是中国的战略目光足够长远。比起外部事务，内政事务才更加重要，所以搞好经济建设才是关键。而中国也注定不会给俄罗斯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中立立场不会变。布林肯此番举动，不管是为了碰瓷儿还是别的，都注定是在唱独角戏，一个人演小丑罢了。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